这是我唯一上的电视。来，首先你的书平常是很容易变不新鲜，是不是？就1个礼拜要看完，不然会会腐败，会没会的。腐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怎么了？哇，我摸到你的大腿。大家蒋正成是这种人，不可能！不要毁掉我的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萌宠明星粗奶玩》第5季。不好意思，就是说，你有听到厨房的声音吗？有啊。但我好像来宾一直在厨房。为什么会在厨房？他在厨房。来宾今天在厨房。我只能说，他平常也都在厨房。Oh my god！Hello， 欢迎江正成。嗨，轩。嗨。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在外面开场？看是不是今天可以帮你准备一点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已经最后一 round 我完全排不到。这一场就是专属的。Oh my god！ 不可能！那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怎么样？从什么开始？介绍食材开始。介绍而已，是不是？在这里介绍吗？我们在那边好了。哦，好，我来，吗？这个我还可以，这个行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厨艺教室？厨艺教室，我从一开始学做法国料理，就是学削马铃薯。一天要削几颗马铃薯？不算颗的，算带的。哦天哪！那他们一直讲说，一般人削马铃薯跟 chef 削马铃薯是不一样的。OK 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只会这样子，就这样。那你知道，如果我们一般会切一块一块的，对，是不是会有那个直角啊，或者是还有圆的，对。你有角的话，它那个角就会先烂掉，因为先熟，因为它比较小，对。哦。所以你的那个咖喱呢，就会糊糊的，或者是说沙沙的。天哪！他已经把它削成手榴弹了，非常之漂亮。对，所以你这样炖的话，它就不会边边角角是太熟或者是不够熟。所以是这个原因，不是只是为了说它很漂亮。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 chef 要在这里工作，然后他削出来的马铃薯是这样。那我会建议他先来上课。那像这个其实也可以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削，红萝卜啊什么都可以。红萝卜你也可以，因为不是随时你都会带削皮刀嘛。不会随时带削皮刀，但会随时带那么大一把菜刀。chef，你那时候练这个的时候大概是几岁？大概15岁吧。你原本在亚都励志？对，其实我在亚都励志。是连续打2份工，原因是喜欢厨师这份工作，厨房的工作也是。第二方面是我发现所有做料理的厨师不会做甜点，甜点的师傅不会做菜，所以我就打2份全职的工，就16个小时，就是8个小时。你先去做西餐，然后另外也甜点也学，对。不会这样不会觉得很讨厌厨房的工作吗？如果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，不会啊，因为你可能做10件事情，只有1件会得到赞美。会画画，我会做雕刻，对，但别人都觉得还好，但是只有料理这件事情是大家觉得说，这真的很棒，很适合我，然后我自己也从里面得到快乐。我觉得这真的蛮好的。那我们去那边坐着，我们不要让 chef 一直站。好的。在离开之前，chef 好像有准备一个小东西要给你。这个茶是肉的咖啡。哪一个比较适合我呢？你平常喝什么样子的咖啡？我不喜欢太酸，然后浓的还是淡？我觉得算淡。哥斯达黎加黑蜜，它会比较像在喝茶，它后面会有一点点甜感。我等一下可以喝到江正成主厨帮我煮的咖啡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厉害了吧？还是要挑战一个让江正成主厨喝我煮的咖啡？那我要在哪一个角度访？我如果在这边这样访，你会觉得我很弱，我很麻烦吗？那我要这样泡不太好。好啦，我去那边啦。你们哪一个位置好可以拍啊？对呀，比较好，谈恋爱的位置比较好。是不是？没有要谈恋爱，我们现在就是顶多就是这个兄妹。好，来看一下。
主厨要这样有点难，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好矮。对，因为他们符合主持人的需求。哦，是。对，你们知道我们冬瓜的日子不好过吗？你直接把豆子丢进去，这样就可以泡了。不用把它那个不用啊，咖啡豆不用磨碎。我等下泡给你。没有啦，当然是一定要的。你很烦呢。谢谢。但是你又不喝咖啡。哦，好哦，真的有茶的感觉。对，它进去是茶感，然后你如果再等一下，你咽口水的时候，它会是甜的。就是有那个黑蜜。先讲一个重点。这样凹着腿很酸，我们先去。我们可以在这一格啊，我们没有要在那一格。我就是上不去那一格嘛。可以，但是会有点勉强，就是拍不到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啊。所以我只能说隔行如隔山啦，在那个摄影棚还是要听我的话，我们去坐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主厨你坐地板 OK 吗？可以。好，主厨听说你是很亲狗的人。对，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有狗，从小到大，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们家一直以来啊，对，我们家就一直都有狗。我这里这种湿湿的，是它。我不知道Is that you？ 水啦，而且刚外面下雨就下这一块。对，这边都阴天啊，好悲伤哦。我记得大家最熟的应该是纪录片里面的那一只。我们所有的狗从来都没有买过狗或是领养狗，狗都是自然跑到家里。你们家的狗都淘汰狼？真的，我们家的狗都是，而且是一只接一只，一只接一只。Lucky 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回家，然后他就在我们家楼下，因为他是黄金猎犬，一定是别人养。然后我就问管理员，他就说他在这中心，今天下午就在这里。第二天他又在同一个位置，那第三天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走失了，我就说把它带回去，然后休假的时候我就带他去看有没有晶片啊，结果没有，我们就先养，然后给他拍照片，送到那个动物之家，然后就是去协寻就对了，对，去贴那个，然后看是不是有人走失这样。就过了2个礼拜、3个礼拜之后，就有一个主人联络我们，就确认是他的主人。那怎么会还留在你们家？有一天那个主人又打来说他的狗又不见了。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有一点。他说：“那有没有在你家？”我说：“怎么会在我家？”对呀，好怪哦。然后我就帮他找，后来又在一个公园找到了。后来我就发现说，他是在一个修车厂，老板是修车厂的老板，狗狗就放在里面让它自己活动，这样修车厂开放式的。礼拜六、礼拜天休假的时候呢，它是铁门拉起来，然后那个狗狗是在里面，主人什么大家都回家了嘛，所以就是狗狗自己在那边2天。那我觉得应该会很 stress 吧。大狗非常需要出去跑跟耗体力，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它就常常往外跑。我就说那不然礼拜六、礼拜天就放我家，因为我家离那个修车厂蛮近的，然后而且它每次都是全身都是油污，就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帮它洗澡。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再去，然后送回去给他弄脏，这样又弄脏，所以每个礼拜都这样。后来到老板他生了一个女儿，他女儿是对这个狗狗的毛过敏。我说好，那不然我们就 take over。那就还好，你们很喜欢啊。对，我就照顾它这样子。那白熊是怎么发生的？如何的淘汰狼到你们家？这是很少人会是这个故事说不知道他就跑来了这样。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回来台湾了，对，在宜兰，所以我每天晚上去遛 Lucky 的时候，他就会从隔壁的人家的树丛跳出来。陪着我们一起散步，然后我到我们家之后，他才又回去，又回他们家。他是那条路的老大。OK， 他是要 make sure 你不闹事，这是他的地盘。对，所以他就每天会跟着我们一起，就是上下班这样子。对，那上下班上班，你把人家 recruit 到自己家干嘛？没有 recruit， 就是他们家是卖鱼的，从傍晚到隔天早上很早，然后所以白天基本上都在休息，白熊就到处乱跑。
其实也就是没有人陪，没有人陪。对，后来我就跟那个邻居也很熟了，在喂 Lucky 的时候，白熊我就顺便帮他喂，我们就这样子慢慢开始。有感情这样子。那后来是白熊它生病，因为它一只脚断掉，因为我们比较有时间嘛，我们就说，那我带白熊去看医生，来台北看医生，看他手术还是什么，根本就是遇到贵人才会有这种事情。然后后来主人就说，白熊都给你们照顾，然后他在那里生活的很好啊，不然就先放你们家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照顾白熊。所以这一本是白熊的，那本都是白熊，非常厚哎，看一下，哇，超级可爱。对，但我太太跟我最亲的就是白熊，他非常非常聪明，就是他都在外面生活，但是他在家里从来没有什么大小便啊，或者说要教他。对不起哦，那为什么他一直把一只眼睛？这个眼睛是好像有癌细胞，后来就动手术拿掉了，所以他那时候是一只脚受伤跟一只眼睛不同时期。然后他每一次看你的眼神，就是他会很清楚的那种喜怒哀乐。我们当初看到那个白熊的时候，它也是灰的，我以为它是灰的。后来洗完澡之后才知道它是白的，白成这样，它是白成。你刚刚去哪里？你刚刚去哪里？你脸上都是灰尘。而且来这里出来，对他很会抢镜头。他发现我们都往这个地方看，所以他要从这边。对，他很会抢镜头，非常抢镜头。对，这个是他搭计程车去上班的时候。对，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我们住宜兰，他会去台北去找我妈，然后我就跟我妈联络好，然后就有司机会来载他。只要他看到那个司机来了，门打开，他就会自己上车，让他自己去台北，然后晚上再回来。他可以自己啊，他自己坐台北，对，他自己坐电车去台北。对啊，然后我每天还要接送这个，还要把屎把尿，还要有的没的，小面装可爱。没有，你在那边，他只要看到车子来，他自己就上车，然后司机把门打开，乖乖坐，也不闹，不会闹。然后到了门打开，他就自己下车，他就去找我妈。他很棒很棒。然后你们还带他去看人家迷你兔。每只399，他很喜欢看兔子，他可以坐在那边，然后看那个兔子看1个小时都不动，所以我就买一个兔子，然后他就每天看那个电动的兔子。他们说399不行，399没有这个 budget， 所以我们去弄一只299的，对，然后按了会在那边会这样子，这样，然后可以给他摇。而且你发现他每一张都有表情。他很像人呐，老实说，对，他很像人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。然后我太太就说：“你在干嘛？”说：“没有啊。”我们两个就已经抱在那里，就这样，没干嘛。对，就一整天我们两个都会抱在一起。不在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视讯。这还有我的这个照片在这里。好可爱。对，就是每天我会跟他视讯，然后会有我的照片。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也会在旁边。他很帅，然后他知道他很帅，所以你拍照他就会装一个这样。一个态度这样。对。问一个就是世俗一点的问题，他的餐点有特别好吃吗？有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说那句话了，就是狗吃的都比我好。怎么一讲到这个就？对，我会做很好吃的狗食哦，5道菜，前菜、主菜，很夸张，开始舔了，你看。这也好，去。你看前菜，然后主菜是可以选海鲜还是肉类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一个甜点，对，这样子可以。怎么可能还有甜点？你看，真的 Hershey 非常爱吃，真的。你不要看我，你问 chef， 等你会搭计程车，你就自己去 chef 家。我在餐厅里面，我都帮白熊准备。他是不是想跟 chef？我觉得他想看，等一下车子来，他会不会就上车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对，反正你找得到我，我找得到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联络哈。那他后来是什么状况离开的？他后来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脚受伤的很严重，他可能要去做那个截肢。我们已经约好，然后要去台中，一到那个医院他就走了。因为他已经一个腿跟一个眼睛都已经开刀了，也不想要再开刀。
如果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帅，他不会想要对那种辛苦的样子，对或者是难过的样子。嗯，但你们家现在还有另外一只狗狗？对，在这儿。对 ，Lucky 跟白熊是 overlap 到，对，然后白熊跟小米，它叫小米，为什么对它不叫黑熊？熊的泰文叫米，哦，所以其实就是所以它小时候就像黑熊一样。对小米是男生女生？小米是男生，男生。对，那请问他是怎么发生的？他是有一天啊，有一天又是有一天，他是有一天白熊带回来的，那个时候是白熊后期了。然后他，我觉得他已经很累了，然后他就不知道从哪，因为我们那条路是没有狗的，没有路上是没有狗的。我好想哭哦。嗯，然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说，不要有一个，不要再多一只狗这样。对呀，还在很预备当中。对，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3天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喂他食物。那你们也是蛮过分的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当你喂他东西，他就不会走了。对啊。对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别人家走失狗，因为我们家也没有狗。就像又过了1、2个礼拜，那时候台风，那就想说不能再这样了。对，不能再放在太过外面分了。然后就因为我们家有院子，那个台风天，我们就想说那就把它带进来里面。之后有先跟他小以大意嘛，就说没有哦，暂时住一下而已。没有，白熊会教他，比如说他会跳到那个沙发上面，他就会喊，然后他就会下来。然后比如他坐这里，不可以坐这个位置，他会把它顶走。就是自从他进来家里面，他从来都没有一次说，在哪里大小便啊，因为他也是 stray dog， 对，他也是在路上生活的狗，对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在家里面都是白熊教的。我只能说，小米比我弟还乖，因为我弟讲会听啊，讲会听哦，哥北公随地大小便哦，好夸张哦。白熊会斥责他如果做一般狗狗会犯的错，他就会骂他这样。但我们也不太训练他，就是他不会什么坐下啊，没有给他才艺表演。没有。那他也会搭计程车吗？他不会，他应该不会回来。我就先这样子哦，我去闯世界。先往前面开，然后去哪里？对，直走，不要停，开到没有油为止。其实很难想象有一天要 say goodbye。我觉得白熊非常的 sweet， 所以他已经帮你安排了另外一只来陪着你们这样子。你看他那个样子很夸张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养它也差不多就是疫情前一点点。我们家小米没有办法，他觉得他是家人，他看到狗他会觉得说那个是什么？你不要闹了，你不要闹，你刚才讲说他看到会好像有敏感性牙齿，怎么可能？他看到其他的狗会他会一直叫，他会觉得对，我想知道私底下就是在家里养狗还会做哪些？私底下的我也是这么跟吃没有关系耶。真的跟他以为又有没有，私底下没有，只有工作有，私底下没有。Oops， 怎么办？瑞希没有哎。那另寻他处啊。犹豫一下，怎么样？在家的时候我很慢，就是跟我的上班的节奏是完全相反，是会很多留白。我常说，比如我休假的时候，我早上起来会泡个咖啡，然后挑一个黑胶来放，坐在那里，然后喝咖啡这样。同一个时间，我太太已经去遛狗完了，健身房去跳舞很久哎。对，她回来，她就是看到我，就说：“请问你从今天早上都在那个位置吗？”她说：“你没有移动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。”我说：“就这样看着窗外，然后就喝咖啡、听音乐。”好棒哦。对，然后他就会很受不了，而且我因为工作常常就是飞来飞去，我在家的时间其实很珍贵，休假的时间都是陪我太太，她可能说，我今天要带狗去玩，然后
我就跟着他去玩。我今天要逛街，我们就去逛街。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我不要想，然后反正他决定他等一下要干嘛，等一下要吃什么，反正就跟着走。对，因为平常都是别人跟着你走。对，平常你要做所有的决定。对，这真的很累。说实在的，我刚刚讲说 ，Chef 还是在做非常多不同的事情。其实当然也要讲到，就是你出了一本书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怎么了？你干嘛笑？没有，我刚刚在 check 一下，我怕我摸到你的大腿。没有，因为我的视线是看，然后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视线是看，我视线是看着。讲真，陈是这种人，不可能，不要毁掉我的梦。Chef 刚真的停了一下，对，我 check 一下。对，因为对不起，腊肠的就很长这样子，对，就是不太一样啦。其实你像那个腿延伸出来这样。太好笑了，这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那个担忧哎。你讨厌啦，人家要聊你的书啦。对，这边我的书。来，首先你的书平常是很容易变不新鲜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对我们餐厅很习惯把所有东西都真空包。如果你说帮我准备一些那个什么芹菜好了，笔啊，笔也是真空，笔啊什么，这样会把它真空起来。这个不能吃，这不能吃，这不是鲜食，让你闻一下。对，他在讲这是最新的一本书，是跟新加坡的来佛士酒店合作的。来佛士酒店有138年的历史。以前的那个时代没有网络，也没有其他的媒介，全世界的人是怎么知道来佛士酒店的？是住过那里的人，然后他可能是作家，他可能是跟写文章的，然后把这个体验写在他们的书里面。那他们希望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，所以他们每一年会全世界挑一个不同的艺术家，然后驻村去做一本跟 Raffles 有关的好酷哦！所以我就打开吗？对。可是我反而我好舍不得打开哦。Oh my god,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极光片语。对，就1个礼拜要看完，不然会会腐败，会没的。会腐的。Oh no！OK， 来看一下。真的太好笑了，他们是这样子的方，它非常漂亮。而且这不能吃，可惜啊，你下去啦。这本书是我写了2个礼拜，这2个礼拜里面，我发现这个地方最漂亮的地方，并不是它的建筑物，也不是它的历史，而是光影。就是光影让这个地方很美很美，然后每一个时间段的光影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想要讲光影这件事情。懂。这个是日晷，然后它会附一个小礼物是临近，就是它可以临近。你拿着这本书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用同一个时间跟我看到同样的画面。这个里面的食谱很有趣。它就 fragment of time 的意思就是它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片段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，它就是一个 fragment。为什么这个地方138年还这么美？不是因为它停留在某一个，而是它更像家，就是我们这家里面的每一个物件，可能是我阿嬷的椅子，然后可能是我妈妈的照片，过去的这所有。每一个 moment 留下来最好的东西，变成一个完整的。懂，所有的片段。对，所以我的所有的食谱都是片段。譬如说，它是一个油，它是一个腌料。对，像这样子，这是虾啦，但是它就是你给的东西不是很。对，但是这是只是一个香料而已。把它想象成是我送你一个珍珠耳环，你会有自己的搭配。那它就进到你的生活里面。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食谱，从 A 到 Z 一个完整的食谱，你可能觉得说哇，这个太复杂了，或者说它跟我的调性不 match。对，但是它就是一个物件，一个 fragment。然后它可以 fit in 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。开心啊，看看就好，你可以去买书，知道吗？他对那个鸡腿蛮有兴趣。Yes， 这里有一个，这里，好开心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说，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2周是有
2周真的非常快。我的第2跟第3本书应该写的差不多有快4年了，真的写不出来哎。我也写了比较多的那一本，我写了剩3本，大概剩下结尾啦，我写不完。怎么弄？怎么弄？其实我想每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的美感。OK。我有一个特别的习惯，就是当我在创作的时候，我必须要非常非常专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如何找到那个进入心流的方法。那我的方法，可能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会把我一天24个小时都写出来，然后我这24个小时里面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就是我几点几分起来 ，OK， 然后我会刷牙，然后我会去坐在一个椅子上，然后我会开始我今天的时间，中午我要吃什么都是一样的。2个礼拜耶。对，只有写作的那一个 moment。内容是不一样，所以你很像是每天一直在 replay， 一直重复的同样就又回来，然后你又开始重放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你的所有的思绪是连贯的，脑袋里面24个小时只有一样东西，就是你的东西如何再继续写下去。不管你吃的东西或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不能太好吃，也不能太难吃。不管是太好吃或太难吃，你都会分心。确实，就是哇，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！刚刚讲到哪里，你可能就 distract 了。OK， 那或者是这东西太难吃，你也会，所以它要很 neutral， 很平。然后在这2个礼拜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会一直24小时都会在那一个故事里面，或是你想要创作的东西里面，它不会间断。这是我进入心流最快的方式。我如果每天吃养，我在第2餐就生气了。如果写不出来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没有，我一定要吃不一样的东西。我有一个问题问 Sandy。好，我想知道你自己最拿手的是什么？我想它应该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吧？我好像想不到一个答案因为我就是今天想吃什么我就想办法。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看韩国综艺，然后我就会看到什么就好想吃吃看螃蟹汤，那时候台湾也没有，我就试试看煮螃蟹汤，比较像是没有什么拿手，但是我想吃什么我会想办法变出来。所以你是那种会做菜的时候是创意型的吗？还是这种需要循规蹈矩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食谱怎么做。我会看一下，但我不会照着做。以前小时候，我回到家，然后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我今天在家里弄一个好好吃这个披萨，然后我给你吃吃看，我说好，结果他那个披萨上面有贡丸，有鱼饺，然后有玉米火锅口味的披萨，对，然后有香肠，全部都是他爱吃的。他说我跟你讲还可以加一点口感，弄一点那个鱼酥，有没有？那个淡水鱼酥，我知道长条的那种。对，然后他给它弄碎，然后就撒上去，这样我说哇，这个不能吃吧？我没有这么创意，我没有那么那个。对，但我手机可以给我吗？谢谢。这是我的日常，这里这是因为我是客家人，然后我们还会吃擂茶对，然后就是想吃什么，对，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出来这样子，对，牡蛎炊饭，对，类似这样。这很厉害啊！被称赞了，各位，这很厉害。那目前你来我们节目，你觉得好玩吗？其实没有上过综艺节目，对我没有上过。谢谢你愿意选择我们这个算很 mild 了，不会有那些。还是你想要试试看，例如说丝袜套头，套他的头啊，或者是我们节目综艺节目还有什么？例如说那个一盆面粉，然后用吹的找那个乒乓球，也是可以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太好，所以是放松的。对，我再跟你讲一个更感动的，这是我唯一上的电视。我没有上过其他电视，我要哭了。对，赶快喝 Costa Rica。
虽然今天没有带狗狗来，但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棒的故事，还有照顾。带来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可能就没有办法，就一直在处理什么大小便之类的。对，有可能，或是2个互咬啊之类的，有可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 Chef 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突破你自己想要的框架，或者是突破别人给你的概念，你还是一直在往前进。都对我们这些旁边的观众来说，其实是很好的灵感，很好的灵感。谢谢你这么坚持在你自己的事情上面。谢谢你来，你也加油。好，我继续加油。Thank you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好，如果主厨不想当厨师了的话，我想要当庙公等一下，不要这样。真的你是为了你是觉得我们综艺节目都是乱讲话，对不对？没有综艺，我没有综艺的效果。你想当庙公，为什么？我连发型我都剃好了，你看。没有人先剃度才决定工作内容的。第一个是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还蛮适合的。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做料理，其实你某种程度是在照顾人们的胃。庙公当然是比较好笑的讲法啦，但我觉得在庙里面工作是你填饱大家的心，就是其实是同样的工作。那你要解签呢 ？OK 的，你可以。对，中翻英。哦，中翻法。对。那如果他的签上面写说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Si ça résiste, si ça va pas, il faut pas le forcer。哦，这就是你们听得懂吗？就是命里有时，废话，我就叫人家翻。我是Sandy吴珊如，萌宠明星醋奶丸第5季，每周3晚上9点更新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务必一定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要分享给身边所有的好朋友哦。